即使作者醒来后不一定能完整记得梦境，但他发现自己对手术的理解与掌握度确实因为这样的梦中演练而大幅提升。这是一种结合科学与直觉的方式。清明梦不只是幻想，而是能在专业上带来实际帮助的工具。先介绍作者，他不只是一个神经外科医师，同时还是神经科学家，而且他在洛杉矶的实验室还是由美国国防部资助的。他还创办了一个非营利组织——国际神经外科儿童学会，专门在中南美洲、东欧的慈善医院带领团队帮小朋友做脑手术，教当地医生技术。他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拿过杰出教授奖，并曾受邀到牛津和哈佛任教与演讲。他有10本专业著作。这位传奇人物就是拉胡尔·詹迪尔。其实翻开作者页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因为他长得很像我之前在冥想时候看到的人，超像的。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因为他没有说话，他只是看着我而已。透过仪器检测，科学家发现做梦时的大脑其实跟清醒一样活跃，甚至还更嗨。像是情绪边缘系统在清醒时只会消耗3到4%的能量，但做梦的时候会飙到15%，直接翻了3倍。这意味着在梦里的情绪可能比现实里的你还要崩溃，还要幸福，还要感动。更猛的是，当你在梦里狂奔的时候，脑中的运动皮质也会被启动。当你感觉有人碰你，你的感觉皮质也会受到刺激。当你看见梦境画面，连整夜的视觉皮质也会被活化。简单说，梦不只是想象，而是大脑开了全套沉浸式模拟器。梦其实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有人说自己从不做梦，实际上几乎人人都会做梦。世界上有一种罕见且致命的遗传疾病，名为致死性家族失眠症。患者几乎无法入眠，最后会在白天出现强迫做梦般的状态。所以做梦对人类而言不可或缺。人类可以缺水、缺粮、缺乏睡眠一段时间，但无法不做梦。过去研究以为只有在快速动眼期才会做梦，但后来实验室试着在不同睡眠阶段唤醒受试者，结果发现梦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换句话说，我们的一生有1/3时间都在做梦。或许人类真正需要的不是睡眠，而是梦。噩梦等于大脑电流的恶作剧，梦境源自于脑部的电活动。作者在做清醒开颅手术的时候发现，只要用电流刺激特定脑区，就能立刻让人进入噩梦。把电极拿开，噩梦就会马上消失，再把电极放上去，噩梦又会立刻重现。所以现在科学界认为，那些反复出现的噩梦其实是脑中的神经元自己在放电，一次又一次强迫你重看自己的恐怖经历。全人类的共通语言是梦。1950年，研究人员调查了日本与美国大学生的梦境。日本第1名最多人梦到的是被追杀，第2名是坠落，第3名是不断尝试学习某件事，第4名是学校老师学习，第5名是吓到动弹不得。美国第1名是坠落，第2名是被追杀，第3名是不断尝试做某件事，第4名是学校老师学习，第5名是性经验。顺带一提，日本第6名是性经验。50年后，研究者又调查了中国与德国学生，又再次印证这点。中国第1名是学校老师学习，第2名是被追杀，第3名是坠落，第4名是迟到，第5名是考试不及格。德国第1名是学校老师学习，第2名是被追杀，第3名是性经验，第4名是坠落，第5名是迟到。结果发现，无论东西方，大家常见的梦几乎一样。有没有中你们常见的梦？台湾应该也差不多吧。梦是演化的一部分。1960、70年代，人类学家进一步收集一些原住民的梦境，像是澳洲伊尔尤伦族、墨西哥萨珀特克族、巴西喜拿库族等原住民的梦境。结果令人震撼，就算生活环境天差地远，他们的梦境与现代都市人依然相似。不管你讲什么语言，活在哪个世代，都市还是丛林，我们的梦境都长得很像。这意味着梦的内容其实深植在我们的基因里。它不只是文化现象，更是神经生物学与演化的一部分。噩梦也能改写剧本，回转 Happy Ending 意象预言疗法。书中有一名叫做茱莉亚的女性，她一生噩梦缠身。奇怪的是，她明明没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没有忧郁、焦虑等症状，却始终被童年以来一直未消失的噩梦所困扰。后来在专业治疗师的指导之下，她接受了意象预言疗法 IRT， 并彻底改写了她的梦境。方法很简单：一、先回想并描绘出反复出现的噩梦，细节越清楚越好；二、接着刻意把那些恐怖或痛苦的部分改写成 Happy Ending；三、不管是写下来、读给自己听，或在脑中反复练习，
重点就是要加深印象。虽然茱莉亚一开始很怀疑这么简单真的有用吗？结果还真的有效，她的噩梦大幅减少，睡眠品质也跟着改善。还有一个针对 PTSD 的研究，他们的噩梦会更加强烈，被称为创伤梦。新墨西哥大学的克拉克夫就曾经做过实验，让中度到重度的 PTSD 性侵幸存者接受 IRT 治疗，流程设计成3次课程，每次3小时，研究步骤分为3部分：一、让患者理解噩梦虽然一开始有帮助处理创伤情绪，但现在已不再有用；二、帮助患者习惯锁定并辨识自己反复的噩梦；三、每天花5到20分钟在脑中演练自己改写过的梦境，并避免重复谈及原始创伤的细节。实验结果，克拉克夫与研究团队追踪3到6个月的时间，结果发现 IRT 能显著降低噩梦的频率，受试者的睡眠品质也获得改善。换句话说，改写噩梦就像改写剧本一样，真的能帮大脑走出阴影。作者也说得很清楚，如果你会做清明梦，你就不用事先改写梦境，直接在梦里改写就行。像我也是在梦里直接改写。要知道你的脑子可是你的地盘啊，没有在自己的地盘会输的道理吧？不然就像我一样在梦中点技能树。当你能在梦里自由操纵，飞行、召唤、纵火、穿墙、隐形、变形、瞬间移动、时间倒流，噩梦其实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尤其是时间倒转能力，简直像后悔药一样 OP，SL 大法好关键是心态转换，在梦境里你就是主角。主角有什么？主角威能，最重要的是主角不会死，你是作弊般的存在。中二下，当你意识到梦境是由你掌控的，一切恐惧皆能改写。梦里开挂，我知道我正在做梦。清明梦，清明梦简单说就是你做梦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做梦。清明梦的概念早在西元前4世纪就出现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论梦》中写道，人在睡梦中时常常意识到这只是一场梦。2000多年前，人类就已经开始记录在梦里自觉的经验。科学界对清明梦的证明其实走过一段漫长的怀疑之路。亚里士多德在2000多年前记录过清明梦，但直到20世纪才有人把它真正带进实验室里。这不是很浪漫一件事吗？这之间穿越了2000年内。科学界对清明梦的证明其实走过一段漫长的怀疑之路。研究人员赫恩找来一位自称能做清明梦的受试者，替他接上数十个电极，记录脑波，并用眼电图追踪眼球运动。结果十分惊人，受试者真的在梦里面发射讯号，用事先约定好的左右眼球运动告诉研究人员他正在做清明梦。这就是著名的清明梦通关密码。它的特点是完全无法伪造，因为在睡眠状态下能有意识控制眼球，本身就是极度反常的表现。虽然一开始有人怀疑，但后来越来越多团队复制出赫恩的结果，科学界最终不得不承认清明梦的存在。而进一步调查显示，几乎所有人一生中至少做过一次清明梦，大约1/5的人每月能至少做一次。那要怎么诱发清明梦呢？科学家利用了跨颅刺激疗法，从头骨外发射微弱的电脉冲刺激前额叶皮质，结果发现即使没做过清明梦的人也可以用这种刺激来做清明梦。这个跨颅刺激疗法主要应用在忧郁症及偏头痛，但同时也揭示了有一天也许我们能量产清明梦。我觉得清明梦有点像大脑开发者模式，一旦解锁，整个梦境都能被改写。清明梦治疗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德国研究人员乌苏拉·否斯发现，清明梦可以成为治疗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方法之一。因为患者常常害怕噩梦反复出现，所以会避免睡觉。但如果能在梦里面意识到这只是一场梦，便能反转梦境，例如让梦中曾经伤害自己的人漂浮起来，变得毫无威胁。这种做法也能从潜意识告诉自己，他们再也伤害不了我。结果不仅减少了噩梦，还能帮助患者重拾自信，更勇敢面对入睡，甚至更乐观地相信自己终将能战胜创伤。就像我刚才说的，没有在自己梦里不是无敌的道理吧。研究人员发现，清明梦能成为焦虑症患者的安全的练习场，像是害怕开车、惧高症或是怕蜘蛛等等，都可以在梦里练习暴露疗法。例如在梦中让一只友善的蜘蛛爬过自己全身，告诉自己这没有危险。做梦大脑的神经元跟清醒一样会发射讯号，甚至会启动与现实相同的脑区。因此清明梦的潜力不限于心理治疗，它还能增强程序性知识，提升艺术或舞蹈表现。清明梦就像一个无风险的脑内模拟器，让人能练习创作，挑战现实难以实现的事情。许多运动员会用心理视觉化模拟技巧来进行训练，清明梦则是
进阶版，你能在梦里面亲身练习。一项研究让运动员在梦中练习之后，现实表现竟然真的提升。有位武术家靠梦境掌握复杂的踢腿技能，还有人在梦里面挑战超高难度的单车下坡、极限滑雪，因为梦境里不用担心受伤。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梅兰妮·沙德利希甚至请清明梦者在梦里面练习射飞镖、丢硬币到杯子里面，再请他们把梦里的杯子越移越远。结果他们在现实的表现里也跟着进步，这显示清明梦可能成为体育训练的未来领域，特别适合受伤运动员在梦里先练习。事实上，高尔夫球名将、四大满贯冠军、昵称金熊的杰克尼克老师曾经说过，他就是因为一场梦突然领悟新的握杆方式。到一半好想吃东西，不能再吃，要胖死了，又跑去弄一点吃的。看出什么？看出什么吗？很好吃耶，超好吃的。这黑黑这个东西尤其好吃，然后我都会弄得很浓，好吃。60秒料理。讲话好能量，讲一讲好饿哦。至于音乐家呢，梅兰妮·沙德利希和丹尼尔·艾拉赫还进行过另一项研究，对象是会做清明梦的音乐家。结果很有趣，这些音乐家并不热衷在梦里练习技巧，反而更喜欢享受梦境，从中获得灵感。在5位音乐家的访谈中，他们普遍提到清明梦能带来正面情绪，并且增强自信。对音乐家而言，清明梦更像是一个创作与疗愈的舞台。梦里跟爱因斯坦开会，工程师呢？有位程式设计师表示，他最爱在梦里面跟爱因斯坦一起讨论，两人一起在黑板上面画流程图，直到找到解决方法。虚拟开刀房，作者本人呢，本身为外科医师的作者拉胡尔·詹迪尔也会把梦境当作一种临床辅助工具。在入睡前，他会再次检视患者的大脑扫描影像，把肿瘤的形状、位置、周围血管与神经仔细的记下。当他逐渐入睡时，他会在脑中模拟患者的肿瘤样子，然后 3D 旋转，不断模拟从不同角度切入的可能性。等到梦境展开时，这些预先输入的手术步骤会在他的潜意识中自动浮现，让他在梦中练习操作。即使作者醒来后不一定能完整记得梦境，但他发现自己对手术的理解与掌握度确实因为这样的梦中演练而大幅提升。这是一种结合科学与直觉的方式。清明梦不只是幻想，而是能在专业上带来实际帮助的工具。周公解梦大全适合对象，周公本人。在我们了解梦境背后有严谨的脑科学后，该来聊聊解梦啦。很多人会翻周公解梦词典，但它原文是国外的那种词典。我觉得周公台湾人比较听得懂，但问题是它其实没有什么用。为什么？因为同一个梦境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生阶段，甚至不同时期的自己，意义都不一样。梦境当然有一些共通的母题，但梦的本质还是独一无二的个人剧本。每个人的内侧前额叶皮质提供原始素材，心智则把这些加工赋予意义。所以梦的解读，外人说的再玄，都不如你自己解最准，因为这些梦就是你心里的声音，而能够真正解梦的人，只有你自己。我很喜欢关于地球运动里面一句名言，看得出来吗？这是地的海报。不正确不代表毫无意义，我们每个人都在探索属于自己的真理啊！讲一讲又饿，快结束了，加油！我都要自己一直对自己信心喊话，好像玩游戏哦，不想录，想玩游戏，录好久。开玩笑，怎么可能？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的读书心得，算心得吧，心得部分只有一点点，可能下集比较多心得吧，这集比较是干货，作者的干货。梦境其实是人类共享的能力，每个人都能在梦里创造、体验属于自己的独特世界。梦能驱动大脑的情绪中心，甚至达到清醒时无法企及的强度。这些情绪不单纯只是感受，而是帮助我们反思、衡量变化、觉察自我的状态意识。梦中的自我与清醒的自我密不可分，理解两者如何相辅相成，我们就能更进一步领悟梦的力量。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我们甚至能记录下单一神经元的活动，但梦境的奥秘始终令人着迷，像一个无底深海，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作者相信，思索梦境的意义，就是在探索人生的意义。梦境带来的可能是骇人的黑暗，也可能是超然的启示。它的广阔就是人类心智送给我们的终极大礼。清明梦便是其中最特别的一种。它融合了清醒与梦境的双重意义。过去它曾被当作怪力乱神，如今却被科学界视为值得探索的
轻形态意识。而且清明梦并不是少数人的专利，人人都有机会做到。研究甚至发现，爱打游戏的人更容易进入清明梦，因为他们早已习惯在虚拟世界操纵另一个自己。好，结束。其实这本书还有很多地方没讲，但是我累了。如果还想要再听的，如何具体进入清明梦，前面有讲到跨颅刺激疗法，但一般人家里应该没有这种器具可以使用，所以是一般人如何进入清明梦。还有这本书也有讲到春梦，还想再听的人请按赞支持本肥宅持续留油输出，不然我就会继续打游戏了。当做练习清明梦，基本上游戏中所有能力在梦里都可以做得到。对我来说，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清明梦经验。终于可以睡了，录超久的，主要是化妆跟巧镜头，用超久，还是录打游戏比较轻松。晚安。我严重怀疑，这是我个人严重怀疑。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宇智波葵？宇智波葵又称为深川葵，他在综艺节目中不是一直砸大师场子吗？他很厉害，他能快速掌握一些大师苦练多年的技巧，18般武艺全部都抄袭，写轮眼，短时间快速复制大师苦练多年技能，所以又有宇智波葵的称号。我怀疑他这么厉害，就是把心理视觉化技巧用到极致的表现。因为我观察到啊，就是他在需要体力的技能中，因为他们短时间训练嘛，需要体力，他就会很喘，然后没办法一直练，他就会暂停下来休息。暂停的时候，他不是单纯休息哦，你会发现他会很认真在脑中去模拟他要怎么出手，东西会怎么旋转。就他在休息的时候，他是在脑中去心理视觉化那些技巧跟自己的动作啊，跟那些东西绕来绕去什么的。我观察到他会这样做，所以他应该是心理视觉化训练的天才。当然他手脚协调能力也是天才，他就是各种天才。